的战争，美国介入的中东战争，就算结束，美国大概也要伤一层皮。东亚的承诺还剩下多少？东亚的本事还剩下多少？以战争这一轮来看，凸显了在国际法下的荒谬，还有国际丛林法则里面它怎么做。台独宣言，赖清德又把台湾推进到危险的状况，两岸所面对的情境，国际上所展现出来的情境，对台湾百害无一利，把台湾人绑架在台独的战争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木化皇恩赖清德的国家十讲，总统开始启动他的专讲列车。国家十讲就是来呼吁大罢免的一个大宣讲，等于是赖清德亲自下场，完全的告诉大家，反正大罢免就是我来争夺国家的控制权的文攻方式了。十讲分别是国家团结，再来是宪政体制、国防、外交、两岸、民主、和平、繁荣。第十讲是均衡台湾。不过里面有针对一些历史的部分，有些说法，包括2758号决议文的说法，很多其实有一点老生常谈，比起过去绿营的一些学者所提出来的理论，相对来说还有一些在论据上论战的空间。那我觉得赖清德总统他是以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客的逻辑去讲这件事情，诉求的是群众的回应。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快听不下了，差点把你麦克风关掉。首先，请各位朋友先了解一件事：赖清德又把台湾推进到危险的状况，这是一篇台独宣言，所有台独的论述全部在这期间40年来没有改变过。从民进党执政以前的党外，一直到今天，从党外运动1977年一直到2025年的今天呢，这40年当中，这一套讲法没有改变，唯一改变大概都增加了一个2758号解释文而已。40年来的这一套能成的话，早就成了。40年来一直不成，自己曾经有执政的第3次机会，公公然然的讲，我也觉得不是不好。讲了之后，反而让大家面对了现实。我觉得这个现实是我们台湾人民要不要去承受。台湾不是台独，台湾不愿意做台独的人质。今天台独绑架台湾这一套的理论，第一个偷换概念，第二个误导历史，第三个昧于真实。我想用这3点就很简单。国家组成的要素，那4大要素我们从小就读书都会的。中华民国到今天还能存在，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能力，因为内战而没有能力解决，不要说能力，至少还没有解决两岸之间的问题。所以中华民国存在。中国存在的原因是从一个1947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宪法，台湾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在那个时候，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全世界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否认。为什么？因为那是主权政府在自己领土内的搬迁行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解决了后面这一段的问题，而形成了今天2个存在的对立。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所以我们在联合国一直撑到1971年。1971年撑的就是什么？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而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认为它合法，有人认为它不合法。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它终于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这样的事实，你说的是，在当时旧金山合约之所以为什么会签中日合约跟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要签署的时候，苏联反对中华民国参加，所以旧金山合约的时候没有中华民国，再跟日本重新订立了新的中日这个合约。苏联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参加旧金山合约。中华民国跟日本成立了中日合约，解决了台湾。有人讲说中日合约日本只放弃台湾，没有说明给中华民国，意涵的第一个，假如有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中华民国合法地位的时候，要取得台湾有实质的国际法的约定，当时就设计了这一套。那历史当时的国家的主政者有他的考虑，那么当然有人会讲说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跟中日建交，跟中美建交也好，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要跟我建交可以，先跟台湾的那一个条约先取消。其实赖清德这一篇他在回怼谁？他其实在回击馆长所创造出来的馆长效应，就是他要把他拉回来，说你看馆长创造再多的善意，抵不过台湾的主权是独立的国家，而中国要压迫侵略台湾。台独的这一套讲法已经讲了40年了，没错。40年有没有成绩？有，不然他今天40%的支持者从哪里来？年轻人的这一种认同的摇摇晃晃从哪里来？40年是有成效。我今天在讲此时此刻两岸所面对的情境，国际上所展现出来的情境，此时此刻去讲这一本台独宣言，对台湾百害无一利，把台湾人绑架在台独的战车上，而且是总统来说的，而且他们是不是要真的搞战车我不知道，但是把台湾人给绑架进去，我们做人质的怎么办？不要用这个理由讲，用这个理由更加深今天他统一台湾的正当性、合理性跟合法性。这篇台独宣言是给台湾带来莫大的灾难，实讲不用再讲了，什么
么宪政，你听得下吗？什么团结，你听得下吗？一个执政党要发动全罢免，要罢免在野党，这叫团结。把在野党党主席关起来，然后把在野党党主席关起来，把在野党首善之阶的市党部主任委员关起来，推反罢免的时候，民进党人就讲某某某又没有做事，怎么可以反罢免？那我要请问，国民党31个都做错了吗？罢免是针对个案，从来没有见过哪一如此无耻的政权把罢免呢当团案在处理。没有和解，没有包容，没有对话的团结，那个更不是团结。以团结之名行霸道之实啊！厌恶就是有人整天喊团结，但他不愿为团结做任何的牺牲。其实掌有最大权力的人，就是要为团结做最大的牺牲。总统用这样的格局来回应网红到大陆去旅游，很破防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进行统战渗透的威胁，100%在回应馆长这一波。伊朗正在进行核武谈判，谈判也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而在美国总统宣称谈判进行很顺利的时候，美国的阿巴以色列发动攻击，然后美国你不是跟人家在谈论这件事情吗？你也加入攻击，道理就是犹太有钱嘛。而且这一次确实是以色列率先动手的嘛，那也不是伊朗动手。而且美国炸完之后呢，还跟阿拉伯国家传话说，我们这个炸完我们就不会再打。以伊战争这一轮来看，我认为很明显的就是又再次凸显了在国际法下的荒谬，还有国际丛林法则里面它怎么去运作。我还是想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当吃瓜的群众。美国假如不能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快速的终结，这一次他碰到的不是阿富汗，不是伊拉克，是一个准备有一定条件的伊朗。伊以的战争啊，美国介入的中东战争，在短时间没有办法结束的时候，就算结束，美国大概也要伤一层皮。那么东亚的承诺还剩下多少？东亚的本事还剩下多少？全世界的眼睛是谁亮的？一个印巴战争就让全世界看清了很多事，一个中国立党的美国的所谓的关税压力，就让日本有了底气，就让欧盟这么两条船，一条对美国，一条对中国。假若伊以的战争的结果让美国被看破了很多的手脚，美国在这里他展现出他有一件有能力的事，比如说他拥有高科技的隐形轰炸机 B2， 可以从美国的本土经过2次的加油到达了伊朗的上空，他可以在伊朗在 B2 未到达以前，他可以先动用以色列的飞机清空战场，让他的防空飞弹对他不能来做什么。这些都告诉我们，美国确实是一个军事的强国，但是他能用多少地方？他面对的，假如今天他要把 B2 派到中国，他会吗？他会把 B2 派到俄罗斯，他会吗？不会啊！乌克兰到现在都不敢下场，全世界不都看得很清楚吗？美国在这一次的战争行为里还蛮节制的，一再的宣称我只针对核设备，我没有对人民，我也没有对军队，我也没有对其他军事设施，划分的干干净净，避免卷入后面不可收拾的战局。当美国的介入之后，伊朗的回击是回到哪里？不是回到美国本土啊，是回到以色列啊。也就是说，吃导弹的、吃炸弹的是谁？是以色列的人民啊。美国这丢了几颗弹，是给纳坦雅胡撞的胆啊。因为这几颗弹也告诉你一件事情，对，以色列撑不住了。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你愿不愿意回到你自己的历史作为一个论述，然后你跟民进党做一个区隔，你才有办法说出个 ABC。你国民党不清楚吗？第二个反共，过去是反共，1949年不反共，台湾早就挂了。那今天假如要讲反共，我就要跟各位谈3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民进党有没有为白色恐怖牺牲的台独英雄、民主英雄？没有，勉强一天到晚就拿了一个郑南榕了。其他所有经过我们叫做白色恐怖，政府给予补偿一堆人，很抱歉了，通通是要来解放台湾的共产党意识。你既然是反共，怎么可以花给这些人的补偿金呢？白色恐怖抓的不是匪谍吗？不是台独那时候没台独你今天你是反共，你怎么花补偿金呢？大家通通都是一层混土嘛。建党的共产党是北花国共合作的共产党，是25000里长征或者是逃窜的共产党，是抗战的共产党，是解放战争时代的共产党，或者解放之后政治运动的共产党，1979年之后改革开放的共产党，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的共产党当然是反共1979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台湾很自豪很骄傲的说，经济学台湾，政治学台北。2025年的今天，这句话大概你不敢说了，反而世界上看到的是治理看北京，发展与大陆同步一起。这个改变反共的意义还剩下多少？台湾真正停止反共的是李登辉。国共两党都曾经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号召有志之士来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间。几十年来经历过合作、竞争、斗争，甚至是战争。我请问，当时两党怀抱的初心，振兴中
中华民族的理想今天是在北京或者在台北，反共还剩下什么意义？重新思考，是哪一个阶段的共产党是要你反，哪一个阶段是你要面对的。